大家好，我是沈志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乎饮食习惯的重要话题，我们常吃的各式糕点与身体里沉默却至关重要的胰脏究竟是友是敌？您是否熟悉这些场景？早餐买个酥皮点心，下午茶分享一块奶油蛋糕，看电视时不经意吃完几个独立包装的酥饼，或是为长辈选购无蔗糖糕点以表关心。这些看似平常的片段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风险，问题恰恰出在我们不觉得是事儿上。我必须揭示一个事实，您每日不经意摄入的某些糕点正像一群蛀虫，缓慢而坚定地侵蚀胰脏健康。这个过程隐匿而无痛，直到血糖指标亮起箭头，或出现口干、易疲劳等症状时，胰脏可能已承受多年不可逆的损耗，届时再补救为时已晚。今天让我们一同剖析那3类危害最大的糕点刺客，了解它们如何在体内作案。无论您年轻或年长，这警示都同样重要。健康没有年龄或免权，我们须知其所以然，才能主动选择，守护好自己的生命线。在开始前，若您觉得这个话题值得关注，或家人尤其偏爱糕点，请在评论区打出关爱胰脏。您的互动是对我的支持，也是一份共同立下的健康盟约。也欢迎您点个关注，让我陪伴您避开生活中那些看不见的健康深坑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进入正题。咱们要揪出来的第一类头号嫌犯，也是日常生活中伪装的最好、最不容易让人警惕的一类，叫做酥皮起酥类糕点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专业，但我一说他们的产品，您肯定恍然大悟。蛋挞、榴莲酥、凤梨酥、牛角包可颂、各种水果派、千层酥、蝴蝶酥，对，就是一切吃起来口感层次极其丰富，咬下去速速掉渣、酥香满口的那一类。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个说？因为它的危害性极具欺骗性。咱们迷恋的那种入口即化、酥到心里的美妙口感，根本不是魔法，而是大量的高比例的油脂，特别是为了达到起酥效果而经常使用的起酥油、人造黄油、氢化植物油。这些油脂里富含饱和脂肪酸和更坏的反式脂肪酸，它们的工作原理就像在面团里埋下无数层极薄的油脂，经过反复折叠烘烤，就形成了千层百叠的酥脆结构。当您美滋滋地享用一个蛋挞时，您吃下去的除了顶上一小勺蛋液，绝大部分是由精致面粉和大量坏脂肪组成的热量炸弹和炎症炸弹。它们进入身体后，会干2件严重损害胰脏的事。第一，直接加重胰岛素抵抗。这些坏脂肪会干扰我们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，让细胞对胰岛素发出的开门、血糖要来拉的指令变得迟钝。细胞门不开，血糖就进不去，只能在血液里越积越多。身体监测到高血糖，就会紧急向胰脏发出求救信号，快分泌更多胰岛素来救命。于是胰脏里的胰岛贝塔细胞就得加班加点，超负荷工作，拼命分泌出比平时多几倍的胰岛素，才能勉强把血糖压下去。这个过程就像让一个工人长年累月干3个人的活儿。第二，引发慢性低度炎症。这些坏脂肪是促炎物质，会在血管和内脏器官周围点燃小火苗，而胰脏这个器官对炎症环境异常敏感，长期处于这种被火烤的状态下，胰岛细胞的正常功能会受损，甚至加速凋亡。您想，一个工人不仅工作超负荷，还在一个充满烟雾炎症的恶劣环境里干活，他能坚持多久？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觉得自己新陈代谢快，吃点酥点没关系，甚至当作早餐主食，这恰恰最危险。空腹状态下，高脂高碳的复合攻击对胰脏的冲击是最大的，日积月累，可能在您还觉得自己很年轻、很健康的时候，胰脏的储备功能就已经在悄悄透支，为未来的血糖问题埋下了最深的祸根。所以，认清这类糕点华丽酥脆外表下的本质，
是我们保护胰脏要走出的第一步。揪出了这个口感骗子，咱们的侦查要进入更深一层。接下来这类是披着健康、清淡甚至无糖外衣的高级伪装者，我称它为精致碳水加隐形糖复合类糕点。这类糕点最擅长玩文字游戏和心理战术，让您防不胜防，甚至吃了还觉得自己很养生。它们通常出现在哪些地方呢？超市的健康食品货架上，标榜糖尿病人可食的专卖柜里，网红博主推荐的减脂7解馋零食清单中，具体产品包括各种无蔗糖饼干，如粗粮饼干、苏打饼干、无糖蛋糕、全麦面包，请注意引号，以及很多看似朴素的老式糕点，如沙琪玛、江米条，一些号称用蜂蜜或红糖制作的古法点心。第二点，全麦概念被不当使用。真正的全麦面包是采用保留麸皮和胚芽的全麦粉制作而成，颜色偏褐色，口感较为粗糙，富含膳食纤维，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，是一种健康的选择。然而，市场上许多标注为全麦面包、全麦饼干的产品，为了追求松软可口的外观，往往只在少量全麦粉中添加大量小麦粉、精制面粉，并且为了改善全麦粗糙的口感，还会额外增加糖和油脂的用量。请您留意产品的配料表，如果全麦粉没有排在第一位，或者紧随其后的是白砂糖、植物油等成分，那么这款产品实际上属于非纯正全麦，本质上仍是以精致碳水化合物为主，升糖速度较快、热量不低的普通糕点，对胰脏的负担并未减轻。第三点，借助健康食材的正面印象，例如使用红糖、黑糖、蜂蜜、红枣等制作的糕点，这些食材本身确实含有一定的矿物质，但需要明确的是，在糕点制作过程中，它们的主要作用仍然是作为添加糖的来源。红糖和黑糖的主要成分仍是蔗糖，蜂蜜中80%以上为果糖和葡萄糖。用这些食材制作的糕点，其升糖能力依然较强。红枣虽然营养丰富，但在加工成枣泥、枣糕时，为改善口感，往往会去除大部分纤维，并可能添加糖和油脂，导致糖分浓缩，需引起重视。这类糕点的潜在问题在于，他们利用了消费者的健康意识，却将其引向了一个较为隐蔽的误区。当您怀着选择更健康食品的想法时，实际上可能摄入了更多经过巧妙处理的精制糖和低质量碳水化合物，使胰脏在不知不觉中承受反复而剧烈的血糖波动。这种认知偏差可能对健康造成更大的影响。因此，养成在购买任何包装食品前花几秒钟查看配料表的习惯，是保护胰脏健康的一项重要能力。相较于前两类较为隐蔽的方式，接下来要提到的第三类产品则更为直接。这类产品深受许多中老年朋友及喜爱软糯口感的人群欢迎，但同时也是容易被忽视的高升糖食物及糯米类糕点。提起这个名称，您可能会联想到许多传统美食，如汤圆、青团、驴打滚、年糕、糍粑、糯米鸡、糯米糍、八宝饭等。这些食物承载着文化与情感，原料看似简单，主要以糯米为主。问题的关键在于糯米本身。糯米的主要营养成分是淀粉，其中支链淀粉的比例高达95%以上，而普通大米中支链淀粉约占80%。这种淀粉的分子结构分支较多，非常容易被消化道中的淀粉酶分解，其分解速度极快，几乎不需要太多咀嚼和前期消化，进入小肠后便能迅速转化为大量葡萄糖，并被吸收进入血液。这一过程导致血糖在短时间内迅速升高，形成一个显著的血糖高峰。在医学上，衡量食物升糖速度的指标称为血糖生成指数 GI。 糯米的 GI 值甚至高于普通白糖，属于典型的高 GI 食物。面对这种突然的血糖上升，胰脏会进入高度应对状态，迅速分泌大量胰岛素，试图在最短时间内降低血糖。
这个过程对胰脏的胰岛贝塔细胞而言，相当于一次高负荷运转。偶尔一次或许可以恢复，但如果经常使用，尤其是在非正餐时间作为点心，例如下午吃几个汤圆，晚上吃一块年糕，就相当于让胰脏反复进行高强度、无准备的应急工作。长期如此，可能带来2种后果：一是胰岛细胞因过度工作而功能减弱，胰岛素分泌能力下降；二是身体在反复经历血糖剧烈波动后，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逐渐降低，胰岛素抵抗加重。这2者结合，正是2型糖尿病发生的主要机制。对于胰脏功能自然衰退的老年人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，这类糕点尤其需要谨慎对待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类糕点常常与高糖馅料如豆沙、黑芝麻、糖桂花结合，或在烹饪时采用油炸，如糖油粑粑、炸年糕，糖油混合，如八宝饭的方式，这相当于高升糖指数、高糖分、高油脂的3重叠加，对胰脏的影响更为显著。因此，请务必调整糯米制品较为天然、健康的片面认识。在享用传统美味时，注意控制食用频率和分量，避免过量。希望通过以上对3类高升糖食品的梳理，能帮助您建立更清晰的认识。但仅仅了解应避免什么，可能带来焦虑，我们更需要知道该如何做。接下来为您提供几个实用且易于操作的护胰小建议。这些习惯看似简单，但只要坚持，就能为您的胰脏健康提供支持。第一个建议，学会合理替换的方法。我们并非要过度限制饮食，甜味带来的愉悦是正常的生理需求。关键是如何在满足需求的同时，减少对胰脏的影响。以下是一些可以参考的替换方式。当您想吃奶油蛋糕时，可以尝试1杯无糖希腊酸奶，搭配少量新鲜莓果，如蓝莓、草莓、树莓和少许原味坚果碎。酸奶的浓稠口感类似奶油，莓果提供天然甜味和抗氧化成分，坚果增加香气和健康脂肪。整体搭配美味且更健康。当您想吃酥脆点心时，可以准备1小份混合原味坚果，如杏仁、核桃、腰果，搭配1-2片可可含量70%以上的黑巧克力，慢慢咀嚼坚果的香脆，品味黑巧克力在口中融化的微苦与回甘。这种满足感较为持久，且对心血管有益。当你想吃糯米类糕点时，可以尝试用蒸山药、蒸芋头来代替，它们也具有软糯的口感，但富含膳食纤维，升糖速度远低于糯米，同时还有助于健脾养胃。自己动手调整配方。如果喜欢烘焙，可以尝试用香蕉泥、椰枣泥来替代部分白糖，用全麦粉、燕麦粉、杏仁粉替代部分精白面粉，用牛油果、苹果酱来替代部分黄油，这样制作出的点心营养更丰富，对血糖和胰脏更为友好。第二个建议，注意进食顺序的策略。在聚餐或偶尔食用糕点时，顺序可以影响结果。请记住这个护胰进食顺序：先喝汤、清汤，再吃大量蔬菜，然后吃优质蛋白如鱼、肉、蛋、豆制品，最后吃主食和糕点。这个顺序的科学依据在于，先摄入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会在胃中形成一层凝胶网状结构，有效延缓后续碳水化合物，包括糕点的消化和吸收速度。如同在一条湍急的河流血糖上游设置了一道缓冲坝，使水流变得平缓，这样血糖能够缓慢、平稳地上升，为胰脏留出充足的反应时间，避免其匆忙分泌大量胰岛素。这个简单的调整能显著减轻胰脏的瞬时负担。第三个建议，运用餐后轻活动的技巧。进食后，特别是摄入含精致碳水化合物的糕点后，请避免立即坐下或躺下，这是一个容易影响健康的习惯。建议养成一个新习惯，餐后，尤其是午晚餐后起身活动15到20分钟，无需剧烈运动，只需慢慢散步、站立，做一些轻柔伸展或完成简单的家务即可。此时的肌肉活动可以不依赖胰岛素，
直接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功能，相当于帮助胰脏分担了一部分降低血糖的工作。这种非胰岛素依赖的葡萄糖消耗，对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、维持血糖平稳具有积极作用。这短短10几分钟的活动，是对胰脏健康的一份有益呵护。各位朋友，以上内容并非为了引起不必要的担忧或剥夺大家享受美食的乐趣，恰恰相反，目的是为了让您能够更持久、更安心、更高质量地享受美食与生活。糕点本是生活的点缀，是偶尔的愉悦，我们不应让其反客为主，成为影响健康基础、增加器官负担的食品。我们也不应让自己的选择被市场上精心设计的口味和宣传所主导。这些知识可能需要时间消化，改变习惯也需要毅力，但请相信，这是对健康非常值得的投入。现在花心思调整，未来收获的将是功能良好的胰脏，远离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，换来晚年依然行动自如、享受生活的身体状态。这笔账值得细细盘算。如果您是子女，请耐心用父母能理解的方式与他们交流。他们这一代人对甜食和油脂可能有特殊情感，也容易轻信一些不实的宣传。您的关心和分享就是最好的健康支持，帮助他们了解健康饮食，学会查看配料表，比任何昂贵的礼物都更有意义。如果您自己想做出改变，请不要追求一步到位。健康是一场马拉松，可以尝试逐步调整法，例如这周先将每天吃点心改为隔天食用，下周减少一半分量并搭配坚果，下个月尝试制作低糖点心。每一个小进步都值得肯定，积极的反馈将推动您持续前进。分享这些健康知识，是希望成为您身边一位实用的健康提醒者。希望每个人都能掌握这些关乎生命质量的知识，成为自己健康的主人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像一颗石子，激起您行动的涟漪。如果您觉得有用，请点赞或转发给您关心的人，让健康关怀传递出去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健康心得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交流与鼓励。从今天，从下一餐开始，带着对胰脏的关怀去选择食物吧。祝您和家人胰脏健康，生活甜而不腻，充满真正的健康滋味。